交替，每天是崭新的自己。风雨的洗礼，我微笑着继续前进。一张开双臂，就能拥抱天地。就算铜墙铁壁，也抵挡不住前行。跟着我一起分分秒秒，梦想绝不放弃。不相信命运，相信快乐，想被自己决定。跟着我一起，时时刻刻都卯足了全力。一路的起落都是最美的风景。跟着我一起，选择活出最精彩的生命。漫长的黑夜是为酝酿更绚烂的黎明。跟着我一起，让时间写下壮阔的事迹。有天你回头看，都是温暖的回忆。哇，老爸穿得那么帅啊，只可惜啊，少了一件夹克。看来我们的穿着好像很随便哦。是有点随便，尤其是你啊，文蔚，进去换过另外一套衣服。我觉得这样 OK 啊。我觉得一点都不 OK。哎呀，只不过在家里吃饭，真的需要这么隆重吗？文蔚，Miss Lau 说什么也是客人，不要留下换一下。来，去换。尊重客人啦，去换。去啊。那就换了。哈，你还睡啊？起来呀！啊，来了，可以吃饭了。吃，就只知道吃。你快起来去洗个脸，给人家看到你这样子，你还好意思吗？哎呀，人都还没来，让我多睡10分钟啊。你如果今晚想出去的话，你最好马上给我起来。不是吧，老爸，我衣服都穿好了，为了你啊，我已经延迟了跟 Platoon Mates 的约会。奇怪了，怎么是约了 Platoon Mates？ 不是你朋友吗？哎，你不是跟你 Platoon Mate 合不来的吗？不打不相识嘛，老爸，我跟他们8点半去看戏，不能迟到的。你如果还想看戏的话，马上给我去洗个脸。洗就洗咯。姐姐这样，弟弟也这样。OK 吗？嗯。没，练习了，还是的。那，你们听我说啊，等一下客人来的时候不要乱讲话，还有啊，不要对客人摆出一张臭脸，要不然啊，人家以为我们没有家教啊。把你发现好了，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的。好。啊，你来了。这是给你。谢谢。哎，进来。你们都认识的，不用介绍了啊。来，坐。叫人呢？Miss Lau。欢迎来我们家。你爸说你喜欢踢球，所以就买了球衣送给你。哦，好，谢谢。还有这个古龙水，希望你会喜欢。谢谢。看来我爸已经告诉你我们的喜好了。还有，你爸爸说你从小就喜欢收集猪的玩偶，所以买了这个送给你。谢谢你。我的嘞？哎，这一对情侣表是送给你和你女朋友的。谢了，你真细心，连我女朋友那份也买了。你不必那么破费呀。小意思而已啊。这辣椒虾很好吃的，你试试看。对不起，宝哥，我不吃辣的，我会敏感的。我怎么不知道呢？对不起，没有机会告诉你。没关系。老爸，看来 Miss Lau 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对，他可能已经结婚10年，有5个孩子了，我们都不知道啊。你在胡说什么？他开玩笑的啦。是啊，我是开玩笑的。你看 Miss Lau 这么漂亮，怎么像结过婚、生过孩子呢？除了结婚生子，一个人还可能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吗？爸，我回来的时候顺便买了你最喜欢喝的普洱茶。吃饱饭之后，我们泡一壶，看你喜欢味道吗Miss Lau，你喜欢喝茶吗？哦，
我不可以喝茶的，我一喝了茶就睡不着觉的。可是我老爸一天不喝茶就浑身不自在。看来你们两个不是那么了解对方，而且生活习惯也不大相同。你们真的有办法沟通？不好意思，我先去洗手间。可以。你到底想要怎么样？爸，你不要帮他说话，就是因为你们纵容他，他才这个样子的。你要人家尊重你，就要先学会尊重人家。还有你啊，你胡说八道什么？以后说话的时候，先用你大脑想一想再说。哦。来，坐。来，多吃点菜啊。谢谢。我都说不会有问题的，对不对？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对我也很客气。只是维维他好像不是很喜欢我。你不用理他。可是，其实你不用太在意他的感受。我已经50多岁了，我是有权利选择和谁在一起。宝哥哥啊，你们终究都是父女，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把关系闹僵了。你都说我们是父女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懂得尊重我的选择。其实我可以了解他的感受。女儿通常对要取代他们母亲地位的人都会有敌视的态度的。不过你放心吧，宝哥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改变他对我的看法的。我对你有信心。真的是拿你没办法，你这个臭脾气啊，到底是谁遗传的？肯定不是你呀！你这么没有骨气，刚才看到人家送礼物就笑个不停。这个不是叫做没有骨气，这个叫做有礼貌，你知道吗？是吗？就算你真的不喜欢他，你也不用显露出来嘛，至少给老爸一个台阶下嘛。我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么虚伪的事情。最重要是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 Miss Lau。这么多年来，阿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老爸却说变心就变心。他已经对不起阿姨，我不能这样做。阿姨的事呢，是我们几个一厢情愿，老爸从来都没有跟他在一起，你怎么可以说对不起他呢？不管怎么说，阿姨对我们家的付出我们都很清楚的。再说，我还是觉得那个 Miss Lau 有问题。我看有问题的人是你。你刚才为什么对明珠那么没礼貌？我不是没礼貌，我只是没有办法面对我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他。我从来就没有要求过你喜欢他，我只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选择。我就是没有办法尊重一个这么愚蠢的选择啊！喂，够了，让他说，我倒想听听看，我到底做了一个怎么样愚蠢的选择。好，不管你相不相信都好，我还是觉得那个 Miss Lau 接近你是有目的的。那是因为你对他有偏见。是你当局者迷。你看他条件这么好，说真的，他怎么会看上你呢？你们年轻人不是常爱说吗？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文蔚，我看你想太多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决定跟他在一起了。就算你不支持我，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时间可以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连你也觉得我对 Miss Lau 有偏见对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呢，我们应该尝试去了解和尊重老爸的选择。早点睡吧。没有出去吃啊？你也没有出去吃，没心情。怎么啦？工作不顺利？不是工作的事，是家里的事。家里什么事？
我为了我老爸的女朋友的事跟他吵架了。我妈去世了这么多年，我老爸终于找到他喜欢的女人。我知道我应该替他高兴，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女人，因为直觉告诉我她有问题，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去证明她真的有问题。那或许你应该想办法跟你父亲好好的谈。没用的，只要提到那个女人，我们就会吵架。也许我二哥说的对，我真的对她有偏见。那是因为你关心你父亲啊。如果那个女人是真心喜欢我老爸，我肯定会祝福他们的。我是担心，如果不是，我是不忍心看到我老爸受到伤害的。很多时候，总是要等到事情发生后，才来后悔。既然不能阻止，那也就只能希望把伤害减到最低。你怎么了？今天是我男朋友的生日，他最爱吃巧克力蛋糕。他在马来西亚。他已经过世了。对不起啊。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我的任性，坚持要开车，那场很可怕的车祸就不会发生。那今天他就吃得到这块蛋糕了。你的脚是因为这场车祸？嗨。你来找我的？不是，我来找场诺的。哦。我是来陪你这个的。哦，谢谢你啊。老子等你等老半天，你终于回来了。你想干嘛？有钱买东西，没钱还啊！啊！哎，你放手！表姐。喂，放开他！今天我就放过你，没有每次这样走运的。走。谢谢你啊。不客气。谢谢你啊。这个椅子让我拿回去吧。哦，好吧。再遇到什么麻烦，记得报警啊。喂，其实那个保文忠和今天这个男的，你到底比较喜欢谁啊？我觉得他们两个都长得不错，都英俊潇洒的。哎呦，我的好表妹，其实上次那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真的是时候展开一段新的恋情喽。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这一辈子啊，只有子妍一个男朋友。哎，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的小诺啦？我只是帮他送礼子回去，你以为发生什么事啊？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不知道。OK， 不知道就是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以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意思啊。你刚才的不知道是你不知道你的心，也就是说你不清楚你的心意，所以就可能有，可能没有了。你想的太多了吧？那么复杂。是你想的太少，因为你想的太少，所以你心里想来想去都只有一个人。如果你想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值得你去喜欢的女人。我发现你很会说话，我说不过你。谢谢你，说不过我就听我的，打开你的心，去开始一段新恋情。我现在对象都没有，哪里来的新恋情？天哪，小诺啦！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嗨，嗨，谈什么？我在劝大哥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哎，要展望未来哈，一定要有个对象。难道我们大哥有了对象吗？没有了，不要听了，那是他幻想。不是幻想，是合理的推理。那你很少对一个女孩子这么好的，所以根据我的推理，你一定是对她有一点点的好感。这个他到底是谁？
我恭喜一个新来的同事，大哥对他很特别哦。哎，我的那个同事啊，他样子很像一朵柔弱的花，很需要人家保护的样子。大哥这么强壮，很适合做护花使者。你们两个真的很适合。听文文这样形容吗？你们真的很适合嘞，大哥。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好不好？与其坚持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你倒不如开始一段可能开花结果的感情。再说，连老爸都开始了一段新恋情，你就更加应该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听你这么一说，你不反对老爸跟 Miss Lau 了？哎呀，自从老爸开始趴拖后，最近都很晚回来，生活越来越精彩了。而你呀，不在工作，就在房间里玩线上游戏。对了，大哥，如果你不踏出那第一步的话，你都不会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吧。对，加油，我支持你。我懒得跟你们说，我现在回房去玩我的线上游戏。嗨。嗨，这么晚了还没睡？明天是周末，不必工作，所以打算今晚多消灭几个敌人。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合作？不了，我只是进来查电邮。明天一大早还约了朋友吃早餐。约了送你手表的男孩子。你怎么知道有个男孩子送我手表？是你跟我说的。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有。你还说因为这样，最近生活中多了很多惊喜，而且有梦想成真的感觉。哦，可能真的是我忘记了吧。好了，我要睡了，下次再和你一起合作沙迪。OK， 晚安。自从你被调去 CNTV 之后，我们好像很久没见面了。没办法，前些时候我一直忙着 ACE 的展览会，所以没有时间约你。是吗？还是忙着趴拖啊？你和保家两兄弟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是纠缠不清啊？什么纠缠不清？我很清楚自己的选择。所以你现在的选择还是那个弟弟。那你和你的选择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啦？这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这表很名贵嘞，我生日我老公都没送我那么贵的礼物，看来他真的很喜欢你啊。拜托，你不要那么俗气好不好？礼物的贵重并不相等于感情的多少。最重要的是，这只手表是我一直想要买的，他竟然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你说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是啦，你们两个心有灵犀，心灵相通，心心相印。你和弟弟心心相印，那哥哥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啊。做不成情人还可以做朋友，当然可以了。不久前，他还帮我找回我的 Lucky Star。他怎么找回来的？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拍卖，就把它买了下来，送还给我。你相信他？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啊。好了，吃，等一下我们去 shopping。好，很久没有跟你一起去 shopping 了。对哦。欢迎光临，随便看看。可以给我看这个吗？可以。谢谢。喂，好不好看？很不错啊。这款式的坠子我找了很久了。喜欢就把它买下来吧。我要买下，谢谢。好的。哎，小姐，你那条项链坠子是不是玉宝先生送给你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坠子是宝先生跟我们店里定做的。怎么可能？是真的。
说来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工厂一直出现了一些状况，一直无法交货给宝先生，害得他白白下来我们店里好几趟。不过宝先生却很有耐心，一点怨言也没有，看得出他真的很重视这个坠子。妈，在想什么啊？想得那么入神啊？怎么了？妈，这个 Lucky Star 不是我原本不见的那个。怎么会呢？这个 Lucky Star 不是有人拾到了啊，在网上拍卖，然后可文静看到了，买回来转送给你的吗？不是，是文晶特地去定做的。你怎么知道？今天我去一间饰品店，店员看到我带了这个 Lucky Star， 是他告诉我的。看来文晶啊，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越是对我好，我越是觉得我欠了他很多。那你为什么不尝试接受他呢？是因为他不够好，还是你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他是很好，我也不是对他一点好感也没有，只不过有时候人就是没有原因的固执。我的心已经认定了文忠，如果现在你要我放弃他，选择文晶，我真的做不到。怪就怪我先认识文忠，如果没有他，可能我真的会选择文静吧。跳得真好，谢谢。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吃饭？我想要去医院看我爸爸。那好吧。你陪我一起去吧。好啊，一起去。爸。爸，我是明珠啊！爸，你认不得我？我是你女儿明珠啊！医生说，这是我爸第2次中风，情况很严重。他不但没有办法说话，连我们也认不出来。不过医生说，如果这一次手术成功的话，我爸就可能可以开口说话了。那就叫医生尽快安排动手术吧。哥，我刚去见过医生，医生说爸爸的病要立刻动手术，可是那笔费用需要大概10万块左右。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他说我爸爸的情况比较特别，动手术的时候需要专科医生在场，而且再加上住院费，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大概就是这个数目了。要不然我去跟医生谈谈，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或者看看不可以分期付款。其实这些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他是很想帮我们，只不过先付清医药费是医院规定的，所以他也没什么办法。哥，你去跟医生说，尽快安排手术吧。那手术费呢？我会想办法的。好吧，我去跟医生谈谈。你有什么打算？我想要卖掉我的3房式主屋，
虽然还有10年的贷款还没付完，不过我想应该还可以拿回3、4万的。你把房子卖了，那你要住哪里啊？到时候再算。你是不是用你的公积金来偿还这个贷款的？嗯，是我跟我爸在几年前联名买的，不过是用我的公积金来付的。你不知道吗？你卖掉房子的钱是要归还你的公积金户口的，你是不能够动用那笔钱帮你爸爸还医药费。宝哥，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是我爸。你别难过了，那10万我来帮你解决吧。你要帮我？为了你，我是不会让你爸爸出事的。爸，文静，你回来了。是啊。吃饱了吗？吃饱了。爸，你的信。文静啊，有些事想和你谈谈。哦，好啊。这些银行真是的，整天寄这种没有用的东西，浪费纸张。妈，银行又寄信用卡的申请书给你啊？不是，是个人信贷的介绍。个人信贷？对了，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的吗？哦，我是想问你晚餐想吃什么，我去给你打包。随便吧，我先去冲凉。好。重不重？要不要我帮忙？不用。其实我只是买一些日常用品，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不用陪我的。这么重东西怎么有一个女人拿呢？很辛苦的，由男人做嘛。真不好意思啊。等一下，放松一下。还是让我来帮你吧。可以，没问题。可以。哎，是你啊，这么巧。是啊，怎么这么巧？对不起啊，我有事要先走了。你哪来这么多钱？这是我的储蓄。这些钱一定是你储蓄很多年的，你不可以要的。我答应过帮你的。可是不要再可是了，你爸爸的病比较重要。我会慢慢把钱还给你的。还钱的事以后再说吧。宝哥哥，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那你记得了，如果医院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给我。我会的。拜拜。钱到手。阿姨啊，最近都没有看到你，你还好吗？我很好，你们呢？那你老婆也很好吗？阿姨啊，你是不是有东西要跟我说？前天我在银行的门口碰见你老爸，他好像去借钱。我老爸去借钱？所以今天我就叫你出来，想问问你，你们家的经济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应该没有吧，我从来没有听大哥他们讲过啊。那你们最好去问问你老爸，
要是真的有事的话，记得来找我。阿姨啊，你还这么关心我老爸，是不是？我和你老爸认识了这么多年，也算是朋友啊。现在朋友有事，关心他也是应该的。只是朋友。你们两个真的没有机会了？你真的不打算继续努力？我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就好比今天啊，我来做美容护肤，我的脸多美多亮丽，他也不会注意到。既然是这样，又何必浪费时间呢？再说，他已经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了，我只有衷心祝福他。那你自己呢？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哎呀，其实你应该去找一个你喜欢的人。你人这么好，我就不相信你找不到。人家喜欢我，也得我喜欢人家才行啊。你这么说，就是有人追求你了？哦，是不是上次我在你家碰到的那个强哥啊？现在我们还是朋友啊，将来会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就是说有希望发展了。哎呀，如果你觉得这个强哥不错，你就要好好把握，把我老爸忘了，开始新的人生，自己的幸福比较重要。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小妹，强哥来啦，你要猪肉？谢谢啊，多少钱？不用了，每次都不收钱，怎么好意思呢？都这么熟了，不用客气了。那好，谢谢你啊。那我走了。啊，好。怎么了？你好像有做美容护肤是吧？看起来很靓丽。是啊，我刚刚才做。那我走了，拜拜。强哥，我煮了糖水，要不要喝一碗啊？如果你赶时间就算了。要。只是糖水而已嘛，又不是燕窝，这么开心。只要是你煮的，一定好喝。Sir, Going home? I'm going to meet some of my old NS friends. Oh, you're still in contact with them? Yes, sir. Since NS days, whenever we have time, we still come out for tea. Oh, I see. Actually, I got something to ask you. Do you know that this is the 40th year of NS? Yes, sir. As part of the 40th NS celebration, SF is organizing an exhibition. Afternoon, sir. Afternoon. HQ has asked me to nominate a name to be in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first person that came into my mind is you. Me? Yes. I believe you are the best candidate for this job, since you have vast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NS men. Can you assist? Yes, sir. I'm more than willing to help. Good. Tomorrow I will submit your name to HQ. Okay, sir. 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你们两个啊，一定要出席战备军人40周年的纪念活动啊。Yes, Indeed. 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做到的。对了，到时需不需要穿回以前的军服啊？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要开始减肥了。我看你啊，还是干脆买一套新的比较实际啊。感觉上我们一起服兵役的日子好像刚刚才过去，可是好好的算一算，已经快要35年了。就是啊，还记得我们刚当兵的时候呢，真的很辛苦啊。军服一定要烫到直直，一点皱也不行，要不然一定会被处罚。可是我现在看我儿子当兵都没那么辛苦。以前我们的军鞋啊，还要擦得发亮，最好亮得像镜子一样。现在只要干净就行了。所以说啊，现在当兵比我们以前轻松多了。那是因为现在的训练啊比较先进，管理方法也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比较注重啊个人的发展。话说回来，
虽然我们常常被 officer 处罚，可是我们也给他们好看过啊。最厉害的那次，就是沙布金叫我们用袜子煮咖啡请他们喝啊。对了，你们最近还有没有跟他联络啊？哎，他上个礼拜突然中风进了医院了。诶，下个月他不是要到越南去娶老婆吗？就是啊，他单身这么多年了，在家人的鼓励下，才决定到越南去娶老婆。这个老婆还是他选了很久才选中的，谁知道？唉，所以说做人真的很难说的，随时可能会走的。做人真的要及时行乐，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说的没错，要不然像沙布金一样，就真的是遗憾终生了。对啊，想做什么马上去做。像年轻人说的“青春不要留白”，我就说我们热心人士啊，年老千万不要孤零零。这是我们保家的家传手镯，是给我们保家的长媳妇的。如果你愿意嫁给我，你就收下这个手镯吧。这个手镯对你来说这么有意义，我是不能够收下的。只要我们结了婚，你就是保家的长媳妇儿，你当然能够收下了。可是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啊。也许你认为我太心急了点，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两个都喜欢对方，时间根本不是问题。宝哥哥，不是这个原因，我只是想等我爸爸的手术顺利完成，等他的身体状况好一些，我们再谈这件事好吗？这不是问题啊！我本来就打算在你答应我的求婚之后，就开始慢慢筹备婚礼的细节。等到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伯父应该没事了。是不是因为没有求婚戒指，所以你才不肯答应？其实这个手镯的意义比一般的戒指来得更有价值、更深远，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祖父给我祖母的定情信物，在我们保家已经流传3代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再买一枚结婚戒指。这个手镯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定情信物罢了。明珠，嫁给我吧。宝哥哥，你先站起来吧。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宝哥哥，你先站起来再说吧哈。明珠，答应我，嫁给我好吗？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一直跪在这里。好吧，我答应你就是了。站起来吧。啊，明珠。哎，吃饱了没有？这里还有包。老爸在吗？在。你们知道老爸去银行借钱的事吗？谁跟你说的？阿姨前天在银行门口碰到他，看到他向银行贷款的文件。爸缺钱用啊？老爸的工钱扣除公积金，剩下的钱加上我们给他的家用，不可能缺钱啊。我们家里也没有特别需要用到钱嘛。他为什么跟银行贷款呢？就算他缺钱，他应该会告诉我们吧？除非他不想让我们知道。爸，爸，你们都在，我有事情要宣布。我们也有事要问你的。哦，那好，你们先问吧。啊，爸，你是不是跟银行借钱？
没错。爸，你有困难，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不是我，是明珠有急用，所以我去借钱给他。那你借多少钱给他呢？他的爸爸需要动手术，需要10万块钱。什么？10万块？都说那个女人接近你是有目的的。什么那个女人啊？她就快跟我结婚了。她接受你的手镯了。手镯？你把我们的家传手镯给了 Miss Lau， 你早知道这件事吗？爸跟我提过。那是我们的传家之宝，你怎么可以给一个外人啊？她嫁了给我，就不是外人了。爸，你真的决定了吗？她已经答应了。我才不相信她是真心要嫁给你的。你为什么到现在还那么死心眼？她已经答应要嫁给我了，还有什么理由骗我的钱？爸，我们现在不是怀疑 Miss Lau， 不过你有没有亲眼看到她把钱交给医院呢？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她的爸爸病重在医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还陪她到医院去看她爸爸。好了，我要回房休息。喂，明珠啊，是我啊。什么事啊？我是要提醒你，明天下午3点要到婚姻注册局去登记啊。哦，我知道。那你要不要我去接你啊？不用了，明天早上爸爸要动手术，等他手术结束，确定没事后，我直接去注册局。那好吧，明天见。如果有什么事，要给我打电话啊。知道了，晚安。再见。Saboking 的精神还不错啊，希望物理治疗能够帮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时间还早，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啊？好啊，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我要去看看我的未来岳父啊，他刚动完手术。未来岳父，你要结婚啦？恭喜你啦！恭喜恭喜，喜酒记得请我们喝哦。一定的。好了，我们先走了啊！再见，再见，再见啊！伯父你好。请问你是？哦，我是这位老先生女儿的未婚夫。女儿？我照顾王老先生那么久，从来不知道他有个女儿。你说他姓王？是啊。王老先生自从中风后一直都住在这里，我是这里的义工，每天都是由我来照顾他的。你真的肯定他没有女儿？据我所知道，王老先生没有亲人，更加没有子女，你怎么可能是他女儿的未婚夫呢？喂。Jenny， 我想找 Miss Lau。Miss Lau， 她2天前已经辞职了。你知道她为什么辞职吗？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这里有很多其他很好的老师，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想问你在哪里，却等不到回应。
才明白一开始我就已经给错了关系，思念弥漫在空气，想忘却抓不紧，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在想你，爱总是很用心给我追逐的热情，却忘了考虑对方是否愿意肩上他的名，以为只要坚定就能追上爱情，才发现不是谁。